为什么周星驰的电影受到世界华人的广泛喜爱？为什么从潜意识出发做出的作品更容易让人深深的喜欢？中国人面子心理的实质又是什么？今天我们继续读《巨婴国》这本书。今天的读书章节中有以上问题的答案。今天我们读到的是周星驰的电影与命运剧本、梁龙的面子与王菲的里子这两个专题。想听更多的内容，可以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读完这本书之后，我还会就解读中国文化这个专题去分享更多相关的书籍。我们共同查杀掉自己头脑中的中国文化病毒，在个体层面做到文化出埃及，早日跃迁到现代文明的状态。让我们开始吧。周星驰的电影与命运剧本。看过《西游降魔》，又看柴静专访周星驰的节目，再次感慨，每个人最打动人心的作品正是他自己的命运剧本。节目中两点很特别。第一，星爷没有意识到他几部重要作品都在重复同一个模式。第二，影片最后那段话，看见你第一眼就爱上你了，10000年。柴静问为什么重复使用这句话，星爷说有情意结，而柴静精准表达了理解后，周星驰2次说谢谢。知音难觅，自知更难。西游降魔不错，而大话西游是我最爱的影片之一。他们有共同的模式，最爱的女子，男主角一直在躲避，直到女子用生死证明爱，男主角才悲痛成神。真实的生命剧本中，星爷成了神，也一样孤独。大话西游最后一幕，两个时空交织在一起，城墙上武士和紫霞拥吻，城墙下悟空只能呆呆地看着。星爷若白头孤老，是不同的滋味。对和妈妈一样漂亮而强势的段姑娘，紫霞与柳飘飘，星爷又爱又恨。爱可以是10000年，是永远，而比恨更深的是绝望，不敢真正相信妈妈的深爱存在，最后不敢相信爱情存在，除非像长江7号、紫霞或段姑娘那样，对爱给出绝对证明，否则宁愿孤独。爱的绝对证明在长江7号中表现得最为极致，那就是无论我怎么虐待你、攻击你、抛弃你、侮辱你、憎恨你、冤枉你，你都一如既往地深爱我。也就是说，我将我人性中的一切丑陋尽情地展现于你身上，而你对我的爱毫不动摇。长江7号、紫霞与段姑娘，这其中特别是长江7号，用精神分析的俗语来讲，是经典的自体客体。意思就是你虽然是别人，也就是客体，但我觉得你却像我自身，也就是自体的一部分。我可以全然自由地肆无忌惮地对待你，而无论怎么对待你，你都不离开我。由此我才确认你是我自身的一部分。确认这一点之后，我才敢将我的爱意传达到你的身上。对自体客体的追求是极为原始的追求，是早期婴儿的需求。只有几个月大的婴儿会将妈妈的乳房甚至妈妈视为自身的一部分，婴儿甚至会认为是自己创造了这一切，并且妈妈要通过足够好的照顾，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婴儿的这一需求，因此婴儿才能将其爱与恨的能量传递到妈妈的乳房甚至妈妈身上，与婴儿最初的关系也因此得以建立。婴儿的攻击力很弱，加上照顾婴儿无非就是吃喝拉撒睡玩这么简单，所以养育者可以满足婴儿对自体客体的需求。至于成年人，这种故事或许只有影片和神话才可以做到，现实中极少有人能做到。关键不是没有谁能够承受折磨的痛，而是当你的折磨出现后，我会怀疑你对我的爱，而你对我没有爱了，我为何还在你身边？并且所谓的一切丑陋其实只是一种感觉。松子被嫌弃的一生中，小说家巴女川自杀前留遗言说生而为人，对不起。这份遗言现实中有人说过，就是日本小说家太宰治。如此强烈的对生命的否定，原因很简单，那就是没有被爱照亮的生命存在本身就是羞愧，因为这份羞愧而觉得自身存在着的一切都是丑陋，但一旦有爱的光逐渐照进来，存在着的一切都是荣耀。周星驰的电影虽然是喜剧，男主角也会讨生活，但男主角很少丑陋而粗鄙，扮小丑的都是配角，这是星爷的一个投射。
看他电影入戏的人都会感觉到那种小人物的挣扎感，但现实中常常连嘲笑都没有，不是说你一点分量都没有，所以别人没空嘲笑你，而可能是真的没什么嘲笑。嘲笑、丑陋与避俗是自己内心的一种感觉，而非外在的真实。星爷在控制着自己影片的每一部分，因此可以说，星爷的经典电影都是他内心向外的投射。那些小丑事，反角也是，并且反角更为关键。《大话西游》中，牛魔王与悟空是兄弟，牛魔王错杀紫霞；《西游降魔》中，则是孙悟空将段姑娘打成碎末。这种情节发生后，孙悟空和唐僧才能成神，才有冲天力量去镇住牛魔王和猴妖。没有得到足够母爱的孩子，既有10000年的爱，也有怨恨。如果爱极少，怨恨也可以冲天。爱与恨先在心中分裂，而在影片中则分裂成牛魔王与孙悟空，孙悟空与唐僧。特别是《大话西游》中，牛魔王成了杀人凶手后，至尊宝才能将恨转移到牛魔王身上，而爱就可以全然地灌注到紫霞身上。一如紫霞与青霞必须分离才能存在，其中的一个寓意是，恨表达了，爱才能生出，至少是恨被看到了，爱才能发出，但这一点太难。周星驰的初恋罗慧娟曾经对记者说，他对周星驰痴心一片，但周星驰却当他是神经病。真是戏里戏外都是人生，人生也如戏。电影中段姑娘表达爱的方式神经，紫霞也是。现实中星爷爷的确将罗慧娟的示爱视为神经病。这一点理解起来很简单，对爱绝望的人是直接视爱为神经病。一位来访者说，每当有爱意升起，心中都有一个声音说，这你也信？傻逼。他先说的是自己，当他想对女孩示爱时，就觉得自己神经病，而一旦别人向他示爱，他更是如此。他特别受不了那些弱弱地向他示爱的人，他表面上会客气地对待，这比星爷要好，但如果完全自由的话，他会想吼他们，傻滚，并且一旦对别人有一点爱意，他会浑身难受到极点。这位来访者的很多自述，让我真切地理解了周星驰的电影。比如周星驰电影中常常有这样的情境，危难关头，突然间除主角在行动外，其他配角变成了像木偶一样的滑稽形象。德国心理学家迈克尔·蒂策称这种现象为匹诺曹综合症。患有这种心理问题的人，一旦感到自己被嘲笑，就如临大敌，像遇到了危险而不能逃跑的动物一样，恐惧的肌肉紧张，全身僵硬，仿佛立刻变成了木偶。这位来访者有类似的问题，被嘲笑他就会木讷僵硬，但如果心理稍强大一些，他就会这样想象，其他人都变成了木偶，而他可以自由地去操纵他们。当面对强大外部压力时，对他而言，解决办法有2个。第一，自己变成木偶被支配；第二，别人变成木偶，自己去支配别人。周星驰对被嘲笑极为敏感，他的电影常出现这种画面。或许他也会像这位来访者一样做这样的想象，而转换自己在被嘲笑情景下的木讷和僵硬。木讷与僵硬的状态是彻底的无助，而神一般可操纵别人变成木偶是全能自恋。全能自恋与彻底无助也恰恰是婴儿的最核心的心理特征，因此还可以理解周星驰的另一个心理。据说周星驰对朱茵的一个不满就是朱茵不够傻，因为够傻，周星驰才会感觉形势控制在他自己手里，要不然他就会觉得形势控制在朱茵手里。除了《大话西游》，我对星爷的片子不是太感冒，但星爷的片子几乎都可以在华人地区获得追捧，新片美人鱼也不例外。因为他的电影是从他的潜意识出发，也因而触动了我们共同的情节。一位朋友在他的微信公众号上发布文章说，周星驰没有跨越他的情节，电影剧本还是来自于他童年的悲苦剧本。的确如此，这也恰恰是他大受欢迎的地方，因为他真诚地从自己的内心出发。他多数片子，特别是后期作品都非常用力，都在表达自己。华人区的其他片子恰恰太容易缺乏这种品质，
而沦为一种表面上浮动的小鱼类，没有感染力。也就是说，星爷的电影剧本来自他的人生剧本，可他的人生剧本也恰恰是我们太多人的人生剧本，所以他的电影就如有了一种特殊魔力一样，让我们与他相遇在这样的影片里。但人活着就是要跳出自己的命运剧本，所以这位朋友的文章也很有道理，但这实为不易。我们能触碰到、理解到并能表达出自己的命运剧本，已经十分难得。星爷当然也有变化，毕竟比起《大话西游》这部电影，《西游降魔》有一个理念上的进步。前者中的魔性都是贪婪，后者中的魔性则如波兰导演基叶斯洛夫斯基所说的那句话：恨是爱而不能。第二个专题，梁龙的面子与王菲的里子。人这一辈子，有的人活成了面子，有的人活成了里子，能耐是其次的。这是王家卫的电影《一代宗师》中的一句经典台词。什么是面子？什么是里子？最近发生的一件事，可以准确地描述这两者。这件事情就是二手玫瑰的主唱梁龙在恶毒联欢秀上爆出，他的确和天后王菲有过一段恋情，非典期间开始，非典期间结束，很短暂。结束的缘由是王菲去云南探谢霆锋的班，当时谢霆锋在云南拍电影，梁龙就感觉到不对劲。梁龙对梁欢说，所以我就觉得奇怪，这也太不江湖了。我说这就算了吧，这是没面儿，凭什么呀？在这样的三角关系里，梁龙感觉到受伤，我想这很正常。但关键是在这个过程之中，梁龙讲的没面儿这个词儿，而且这个没面儿是梁龙和王菲谈恋爱时常有的一种感觉。比方说有一次两人对话，王菲就问他，你住在哪里啊？梁龙说住在望京。接着王菲又问，是哪个别墅啊？这时候梁龙再次感觉到受伤，觉得这种两个世界的感受确实挺伤人的，这仍然是一种面子受伤的心理。而且最后他对梁欢说，千万别给名人谈恋爱，因为你永远会记得他，他永远看不着你。这仍然是一种面子受损的状态。面子心理是中国人极为突出的心理现象，国内国外的心理学家在研究中国人国民性的时候，都会把面子心理列为中国人的头号心理现象。我们继续问，什么是面子心理？什么又是里子？美国心理学家科胡特有一个非常好的词语可以描绘这两者。科胡特是专门研究自恋的，在科胡特之前，自恋似乎都像是一种病态的描绘，但是科胡特为自恋正了名。他说自恋也有很健康的自恋，所以从科胡特开始谈到自恋这个词，就不再像是说一种病态心理似的。科胡特讲到自恋有两种，一种是实体自恋，一种是虚体自恋。什么是实体自恋呢？就是你的自我价值感，你觉得我很好，这种感觉是一种很真实的东西，是一种实体。这种自我价值感不会因为外在条件的变化受到很大的损害，也就是说它是一种真实存在的自我价值感。虚体自恋是和外在条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比方说美貌、金钱、社会经济地位、名气等等。当外在条件很好的时候，可能你的自恋会爆棚，但是当外在条件变差的时候，你的自恋会受到很大的损害，这就叫虚体自恋。虚体自恋就是经典的面子心理，而所谓的里子就是实体自恋。当一个人虚体自恋，做事情的时候，注意力都是放在外在条件上，放在比较虚的东西上，而对真实的核心的东西好像总把握不住，总会有所忽视。比如说陈冠希讲的这样一件事情，他的父母在他很小的时候离婚，后来父母对他整整保密了9年，大概在他13、14岁的时候才知道父母是离婚的。他当时有一种很深很深的上当受骗的感觉。为什么离婚要保密呢？在我做咨询的经验里，离婚保密这样一件事是非常多见的，这里面就有虚体自恋的部分。这样的来访者都会讲到，结婚过得像正常人一样，这样一来让他感觉自己像是一个完整的人。而离婚这样的事情，特别是离婚被别人知道，就会有一种很深的羞耻感，好像自己不再完整了，而且不再是正常人了。假如别人在议论他离婚这件事情，他就会觉得别人在带着一种异样的看不起的眼神看他，
实际上这是一种内在的投射，他们的自恋是虚体自恋，所以他会觉得自我价值感必须建立在自己的婚姻是完整的这样一个事实之上。当这个事实被破坏了，他的自恋也就被破坏了。这个时候他们有一种我不行的羞耻感，投射到外部世界，就变成了别人在说他不行，但实际上真正的核心是他自己觉得自恋受损，所以他们要对别人甚至孩子保密。当然在想象中他们会觉得孩子和他们一样也是很虚的。如果孩子知道了父母离婚这个消息，也会有一种很深的自恋受损的状态。很不幸的是，对于陈冠希来讲，这真的是一种真实的东西。比如说他知道了父母离婚这件事实之后，第一反应是上当受骗，而且在多年之后仍然耿耿于怀。在这件事情之中，陈冠希看不见父母的苦心，他只是看见的是我被骗了。我被骗了，实际上就是在讲我的自恋受到了损害。我是一个伟大的人，我是这个宇宙的中心，我是这么重要的一个人，怎么可以被骗？所以被骗，特别是被亲人骗，直接伤害到了他的自恋。而且因为这个自恋是虚体的，所以他会受伤。但假如是一个实体自恋的孩子，他可能会想，父母是出于苦心，出于爱护我，才会为我编造这样的谎言。当他这样想的时候，他的实体自恋反而可能会进一步增强。真正滋养实体自恋的东西是两个，也就是我投入地去爱，我投入地去工作，或者说我投入地去做我喜欢做的事情。这两者最终的结果都会增加一个人的实体自恋。这件事情还不是最强烈的关于虚体自恋的描绘，在我听过的故事里，关于面子心理的描绘非常之多。但是让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这样一件事情。一位来访者对我说，他这辈子都感觉自己一直在走钢丝绳，而且下面是刀山火海，不能掉下去，如果掉下去就会死，所以他会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保持平衡上，这样他才能走在钢丝绳上。但是因为他全部的注意力都放在钢丝绳上，以至于这位来访者有这么一种情形，他既不能够观察别人是怎么回事，也不能够做自我观察。也就是对他来讲，他既不能有很好的自我觉知，也不能够觉知到别人发生了什么。我会这样来理解，因为他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大大小小的事情上，似乎任何一件小事情的失控都会让他有一种自我破碎的感觉，所以他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把每一件事情做好上，如果做不好就会完蛋。这是对虚体自恋的一种很深的表达，就是在说任何时刻他都得看上去是好的，任何时刻不好的信息都会直接让他粉碎，而那种粉碎的感觉简直就等于死亡。这位来访者做咨询满1年的时候，正好是在春节前，他对我说，吴老师，我现在感觉我从钢丝绳上走下来了，双脚站在了大地上。当他双脚站在大地上之后，突然之间他发现他可以做自我观察，也可以观察别人。当事情发生的时候，他似乎有一个空间可以去包容那些所谓的不好的感受，观察发生了什么，然后自己缓一缓，然后自己去做更好的选择。实际上虚体自恋和实体自恋一个很重要的差别，我们在读书的时候都可以看到。在读书的时候我就发现有这样的现象，好像任何一次小的考试对我的很多同学来讲都是一件很致命的事情。如果成绩很好，他们就欢欣雀跃，如果成绩不好就备受打击。我当时就觉得很纳闷，小考试干嘛这么在乎呢？甚至在我看来，如果小考试成绩不好，其实会有一种庆幸感。你可以这样想，天哪，非常感谢，因为这次考得不好，我才看到自己的问题，我现在就赶紧改变这些错误，这样让我可以在未来的大考试中把握住机会。其实我这样想，意味着我有了实体自恋的部分。按科胡特的说法，就是我有一个核心自我在那里，所以小考试的惊涛骇浪没有把我打翻，反而在这个时候我有稳稳的自恋，有了多余的空间去思考，去面对这个外在的事实是怎样的。但是如果对一个虚体自恋的人来讲，任何一次小考试都意味着一次冲天的惊涛骇浪，那每一次的惊涛骇浪都可能把它拍翻。成绩好
他觉得自己很棒，成绩不好，他觉得自己完蛋了。所以这个时候，他会竭尽全力去维护自己的虚体自恋，以至于不能很好的去面对平时小考试中的挫败。比如另一个来访者也有这样的现象，好像他不能正确的估分。比如他说他估了80分，结果发现只考了59分，这种估分上的差异让他很崩溃。我问他你是怎么估分的，结果他给我讲就是凭感觉。我觉得很震惊，然后说你难道不会去对答案估分吗？他想了一想，也觉得很震惊，说吴老师，我知道很多人根据答案去估分，但是我不会这么去做。我也觉得很崩溃，说天哪，你不这样去估分怎么能够准确呢？后来他想了一想对我说，吴老师是这样的，如果我对答案来估分，就经常备受打击，以至于没法进行下去。其实他讲的是，如果他对照答案估分，发现自己真的不行，就会对他的自恋构成一种致命的打击。这时候我们就看到差异了。当一个人活在虚体自恋的时候，他似乎就没有办法增进自己的真本事，也没有办法去增进自己的真感情，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都耗在比较虚的事情上，以至于很多事就是一种浪费。我们回过头来再来看王菲和梁龙的差别。梁龙不仅在和王菲的恋爱中维护的是自己的虚体自恋，是自己的面子，其实他在整个成长过程中也是这样。我看过他的几篇采访，记者和他自己都说过类似的心理，那就是我很讲面子。如果他很讲面子的话，大部分的精力都会放在维护面子上，以至于他对自身真正的实力就有所忽略。王菲就很不同，她经历过很多事情，很多非议，恋爱也确实非常多。一般人会觉得王菲你不够干净，不够纯洁，不够怎样怎样。其实这时候讲的都是王菲你应该玩一些虚的东西，那就是请维护你的虚的名气。对王菲来讲，她是一个直奔主题的人，她就是要找自己喜欢的人，和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她就是要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她之所以能够这样，是因为她有她的实体自恋部分。所以虽然大家对王菲有很多非议，但是最终发现王菲过得很精彩。而且我看过王菲对待自己孩子的方式，她把孩子也养得非常成功，很可能正是因为一个有实体自恋的妈妈，让自己的孩子也有了实体自恋。我最后再讲一下所谓的实体自恋，另外一个心理学家弗兰克这样讲，投入地去爱一个人，投入地去做一件事情，幸福就会降临。实际上实体自恋都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爱和做你真正喜欢的事情。好，今天的读书分享暂时到这里。今天我们读了周星驰的电影与命运剧本，梁龙的面子与王菲的里子这两个专题，期待在下一次的读书分享中与你再相逢。